欢迎收看第1135期北京不静音。最近这2期节目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它间隔的时间非常的长，而且呢都是会员抢先看很多天。那事出反常呢必有妖啊，原因就是这2期节目是我提前录制好的，那么按照特定的时间解锁给大家看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正在度假，我不希望呢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任何更新啊，是这么一个原因。那当然了，我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呢，也没有办法实时的和你们分享啊，我究竟在哪里啊？我相信你们也能理解。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什么？由来呢是有一位观众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北京，你能不能推荐一些书给20多岁的年轻人去看？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去拉一个书单啊。我原来做过这样的节目啊，把我一段时间内看的所有的书啊，一本一本的介绍给你们。我相信没有人把所有我推荐过的书都看完，对吧？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感兴趣，我推荐什么书呢？看往期的节目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不想在这期节目去特定的推某一本书啊，我是怕给这些年轻人一个错觉，因为相对来说呢，我年纪大一些啊，我看的书比较多，我可能在某些领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那么呢，我担心呢，可能这些年轻人会把我推荐的某一本书当成某一种捷径啊，觉得这是北京推荐的啊，我信任他，我觉得这本书一定对我有用，就好像特别有一点功利性质的啊，看了这本书就能成功了啊，看了这本书就能解决什么问题了，甚至挣到钱了，那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因为读书这个事情啊，它能带给人的改变不是那么快的。它实际上是在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一本小说纯文学性的书啊，这样的书我是推荐的啊，就是不是那种工具书啊，更不是那种成功学的书，对吧？小说啊，很慢的用很多的文字描述一个故事啊，一点点让你去代入。这样的书呢，你一定要自己去看。一字一句的去看，你能领会多少就多少，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看一个所谓1分钟带你看完什么什么名著的那种短视频，3句话就告诉你这本小说告诉你的是什么，你觉得可能吗？都是那些大作者，如果3句话就能把这事儿讲明白，他为什么要写30万字呢？对吧？所以看书这个事情是一种非常慢的改变你的方式，但是很可惜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不再能够接受一种慢的方式来好好的改善自己，他们更喜欢的是一种快直来直往的这种快，所以他们更容易被这些短视频这些鸡汤，这些成功学，甚至呢还有那些贩售焦虑的那种炫富博主所吸引。因为这些人呢，他做节目他给他的观众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东西比如说他就坐在游艇里去做这个直播他就给你展示他的豪宅、豪车、豪表等等这些炫富的东西给你看。那实际上他的潜台词是说你看我这么有钱，所以我是成功的，所以我告诉你的话是有道理的，是能够让你也跟着去学，你也能成功。首先他贩卖给你的是焦虑，对吧？那就是说你看我这么有钱，那他的那些观众相对来说都没他这么有钱这是贩售的焦虑。其次呢，他在言谈举止之中呢，还会建立一种精神等级
就是我的这个层级比你们高啊。那这东西之后啊，其实它有点像毒品啊，就是你会上瘾啊。有的人不理解，说你，因为人呢都想能够过好一点的生活，对吧？你看到虽然隔着一个屏幕啊，你看到这个人这么有钱，为什么我不能这么有钱呢？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他这样的生活呢？我一定要听听啊，他是怎么成功的啊，说不定我就能够学到，对吧？包括这个人言谈举止中，他也在向你兜售一些东西啊。有的人是卖一些课程，有的人呢是表面上给你讲一些知识，其实他在收割你这个流量，对吧？都有啊，什么样的这种炫富博主，他的最终的目的都有。那这是一种精神毒品啊，你长此以往你会上瘾啊，你会在里面去找这种快感。其实这对人是非常不利的啊。那么恰恰相反啊，当然了，读书啊，我们也不是说那么清高啊，说读书就完全跟挣钱没关系啊，跟成功没关系，跟这个功利没关系啊，不是。读书这个事儿，阅读这个事情，它也不是完全的反功利的，那它反的是一种特别低级的功利，对吧？书里面啊，当然有什么所谓的黄金屋啊、颜如玉啊，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讲好的东西，书里当然有，但是你不能心急。书带给你最大的一个意义，就让你能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啊，你比如说一本小说里啊，这么多人物，这么多情节，对吧？非常复杂，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道理，直接怼在你面前告诉你啊，作者不是这样，不是这么做的，对吧？你读进去之后啊，你会慢慢发现这个世界很复杂。那复杂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多元化的答案，意味着你所追求的人生意义，你所谓的成功。不一定非得是你也得拥有那一艘游艇，啊，你也必须拥有那一块这个100-200万的这个表，不是的。你可以意识到，你的人生所谓的成功，不是由那些炫富博主所定义的，啊，就你必须得啊像我一样，我有多少美金，我有多少那个美股啊，我有多少虚拟币才算成功，不是这样的。成功的模式非常的多啊，成功的你的人生的答案也非常的多元、丰富、多彩。你要意识到这一点，而这些东西是你去 follow 这种炫富博主啊，每天希望从他那里听一点金融知识，好像你就会炒虚拟币了，你就能一夜暴富了。如果你长期的去 follow 这样的博主，长期的去听这样成功学的直播呀，或者看这些短视频啊、鸡汤什么的，对你的人生是非常有害的啊！你等于你实际上在做的是每天都在吸食这样的精神毒品。所以我觉得，我想回答给我留言的那位观众啊，我今天做这期节目，我不推荐具体的这个一本书的名字，但我想说呢，我希望啊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啊。看什么书都可以啊，都可以，但你一定要改变一个心态，就不是说我北京推荐的，或者一个什么名人推荐给你的马云推荐的啊，或者什么许家印推荐的，什么雷，或者什么那个马斯克推荐的，就是至理名言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就能飞黄腾达了，我就能一下就改变了。不要这么去想，太功利了，不可能实现的啊。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就如果你可以在你的余生啊都保持一个阅读的习惯，你要持续的看书啊，1本、2本、3本，而且呢一定要看不同种类的书，跳出你的舒适圈啊。有的人比如说啊，他就喜欢看这个比如说日本人写的小说，对吧？这当然很好，但是你不能只看日本人写的小说
啊，你也要看看俄国人写的小说，法国人写的小说，对吧？不同的啊，你也不能只看小说啊，你也去看看诗歌，对吧？你也去看看散文啊，你也去看看电影剧本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些科普的书啊、历史的书啊，甚至一些讲数学的书、讲物理的书都很好。你要去跳出你的舒适圈，尽可能的去丰富你的阅读体验。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阅读的习惯，你要持续的看啊，持续的看。那这些最终带给你的，由这种慢啊，由这种耐心，由这种建立你的独立思考啊，这一切啊，最终会把你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那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想分享我在这方面的这些心得给大家。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